们接下来的这个实验呢，是要带领大家，然后呢，怎么让阿米巴连接上我们的网络摄像头。我们在前面的投影片解说的时候说过，阿米巴板上面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就是它整合好了影音串流的功能，所以它非常适合拿来做很多的监控啊，或者做很多影音串流的服务。那接下来的实验，我们就要带领大家来操作这个简单的影音串流。那首先一样，我们要准备的器材有阿米巴板、以及它的连接线。那么同样的，还会有我们熟悉的这个无线路由器的部分。那由于在这个实验部分，我们当然做影音串流，所以免不了的，我们要准备一颗网络摄像头，或网络摄影机。那在这个操作的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我们的这个阿米巴的这个USB port 呢，第一个 port 已经被我们的电源还有资料传输线所占据了。那它的这个网络摄影机的这个要连接的方式呢，则是要去连接它背后的这一颗这个第二颗的这个 USB 连接埠。所以请大家在连接的时候，请大家记得，就是你要连接的是第二颗的这个连接埠，我们把它连接起来。好，连接起来之后，其实就完成了我们整个在这个实验装置上面的连线。好，那同样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程式怎么执行。所以我们一样的点开阿米巴专属的这个界面，我们开 Arduino IDE 界面好的，好。那在开启这个界面之后，那么我们要选择的这个专案呢，其实是在 File 底下的 Example， 然后呢底下的这个阿米巴 UVC， 好 ，UVC 的部分底下有一个 UVC Basic， 好，请大家把它点开来。好，那由于我们刚才已经点开，所以就会是画面上的这个档案。那在这个画面这个档案里面，那么同样的，我们在下面看到大家看到我们熟悉的，就是要连接上网络的话，你必须要对应到适当的标头档 WiFi.H。同时，由于这个接下来这个专案呢，我们是要来操控网络摄影机 UVC， 所以我们要引入的是 UVC.H 这个标头档。那同样在22行跟23行的部分呢，那么我们程序刚才前面的几个实验，我们还在一个 WPA 的网络底下，所以我们要把它设定到对应到的这个 SSID 以及它对应到的密码。I love 阿米巴。好，那同样的，我们快速的来带大家走一下这个程式码的部分。在 Setup 部分呢，那么同样的，我们就会看到第28行开始就会去侦测你的这个是不是你所设定的这个无线网 WPA 的无线网域有成功的连接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尝试再连接一次，然后再把它的讯息显示出来。然后呢，那连接完之后，它就会显示说，你其实已经成功的登录 WPA 的网域。那接下来非常重要的是在41行开始。那41行呢，它其实呢，也就是它怎么去设定我们现在这个网络摄影机的串流的截取方式。那么我们是用预设的，所以我们看到42行写 UVC.begin。那这个呢，这个韩式呼叫其实就是把网络摄影机的功能打开。那不过在41行它也有讲，就是说这个注解有讲到，那在我不填写任何的参数情况之下，它预设的这个参数设定呢，其实它是用 Motion JPEG 的这样子这个影音压缩格式，然后并且它的解析度是320×240，以及它的这个 frame rate 帧率呢是每秒钟30帧，好，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传送你的影像。那当然，你等一下也可以自己额外的来做一些这个额外的练习，譬如说把42行注解掉，打开44行，那它就以不同的这个压缩方式，或者是不同的解析度，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帧率的方式，然后来传送影像。好，那在
开启了 UVC 的功能之后，那在47行的部分，它就会看我是不是有成功的开启这个 UVC。如果有的话呢，那就不会跳出这个错误的讯息；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会再重新的，然后在这个 while 回圈里面不停的去测试看我的 UVC 是不是能够成功的这个读取到 UVC。那如果通过了47行到49行的这个部分之后，就来到了50行。在序列的显示器上面把这些的资讯列印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是50行告诉你说，你的 UVC 你的网络摄影机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呢，并且打开你的 RTSP 的 player， 然后在下面这个网址。那在52行、53行就把这个网址的讯息列印出来，好，到54行。这边要跟大家特别说明的地方就是，由于我们等一下串流的这个网络摄影机所提供的串流必须在你的电脑上面呢，利用另外的软体来播放，所以等一下请大家可能要去载一个 RTSP 的一个影音串流的播放器，像譬如说我们等一下用的是 VLC 这样的播放器，然后来进行串流的播放。好，那最后呢 Loop 的部分呢，则是延迟一个10秒钟的状况，然后并没有做其他事情。那以上就是这个怎么样利用阿米巴板。然后呢，它阿米巴板连接上 WPA 的无线网路，然后透过 WPA 的无线网路，对于这个UVC 就是网络摄影机来进行影音串流的服务。好，那我们同样的先进行编译。那编译的部分也同样的需要花点点时间，请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好，我们的编译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进行烧录的动作。好，我们的烧录动作也完成了，大家看到就跳出 Embed 的这个目录，我们再把它关掉，同时再确认我们的 Port 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一样是 Port A。我们打开序列显示器的这个监控视窗，然后呢，再按下阿米巴板上面的 Reset 按键，它就会开始执行咯。好的，我们再稍微看一下，等待一下，前面是韧体的资讯，然后呢到后面，好，接下来我们的画面停留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UVC 就是我们的网络摄影机，然后已经。它写这个事实上就是已经 ready 了，然后并且它提供了它的串流的网址给我们，它的串流网址在哪里？在底下这里 RTSP 开头的这一串 RTSP， 然后的冒号斜线斜线 192.168.1.21 斜线，然后呢 test.sdp， 然后呢我们等一下把这个串流网址用 Ctrl+C 复制起来。好，我们复制完之后，底下我们也看到它写 RTSP String Enable， 也就是它现在这个串流服务已经制动了，也就可以透过其他的这个软体，然后呢来看到现在的串流影像。好，那我们先关闭这个视窗。刚才我们讲过了，我们需要呢透过一个额外的在你的电脑上面一个额外的这个显示视窗，然后呢一个软体来观看这个串流的这个串流的结果。那我们所使用的呢是 VLC， 所以如果你的电脑上没有灌的话，没有灌任何的RTSP 的这个播放器的话，那你可以到网络上就打VLC Media Player， 那么你就随便就可以找到这个串流的这个免费的这个串流的影音的这个播放器。我们同样的打开 VLC 的播放器，在打开之后呢，你需要找寻的是开启网络串流。好，它可能会在你的这个不同的播放软体有不同的位置，不过大概都是你会开启一个网络的一个串流的服务。点开它之后，把刚才你 copy and paste， 就是把你刚才那一串 RTSP 冒号斜线斜线 192.168.1.21， 然后斜线 test.sdp 的这个网址输入进去，或者是贴上。那贴上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播放，点下播放，它。等于是说，按下播放之后，是等同于是这一台电脑，然后透过这个 VLC 的这个播放器，去跟
透过，然后再还走过无线网路去跟你的阿米巴板连接上的这个网络摄影机，要它这个串流的影像资料。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进行这个动作。好的，如果在成功之后，大家会在画面上看到，嘿，我跟大家的招手，也就是你可以透过现在这一台网络摄影机，可以成功的把它抓到的影像资料，透过阿米巴板，然后透过无线网路，然后再传输到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笔电上面。那以上就是我们如何利用阿米巴板来制动，然后一个影音串流的基本的这样子的功能。那各位同学，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步步操作，然后呢，看看你是不是也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吧。